盖了冒了我的老 baby。白厄德这次是彻底飘了，为了稳固自己荒野扛把子的位置，居然口出狂言要挑战世界各大顶级求生专家，他们将要在各种危险的情况下来一场势均力敌的求生较量。本期德爷来到了泰国北部的一片丛林，他的对手则是米国退伍军人奈德。他曾参加过海湾战争，绝对算得上是求生界的顶级选手。在一番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后，导演组向两人介绍比赛的基本规则：挑战全程50公里，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谁先抵达终点大坝谁就是赢家。与以往挑战不同，这次他们不仅被允许携带打野刀，甚至还有储备粮摄影师全程跟随拍摄。导演组9块9包下一辆核动力皮卡，将两人送到挑战地点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将在这里自取灭亡。比赛刚开始，两人一路火花带闪电朝山下狂奔，他们的目标都是山脚下的河流。这里的地势崎岖又湿滑，稍不留神就可能8人一桌吃大席。于是德爷扯下一根又粗又细的藤蔓，将其牢牢固定在树上，随后便沿着陡峭的山崖往下爬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只见德爷突然脚下一滑，刘德华直接连人带装备滚下去。好在德爷福大命大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奈德也遇到了相同的难题，于是他砍下一根竹子充当手刹，总算有惊无险来到谷底。走着走着，奈德又发现了一棵芭蕉树，芭蕉树的树干含有大量的水分，奈德通过挤压树干补充了一点水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旁边发现了一棵棕榈树，于是奈德打包一点棕榈，心里被不时之需。随后又幸运地发现了一条兽道，这可是丛林中通往河流的高速公路。果不其然，不一会奈德就来到了河边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德爷也看到了谷底的河流，但陡峭的悬崖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没办法，德爷只能朝着相反的方向下山。为了节约时间，能跑的地方他绝不用走。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他终于来到河边。此时的他早已饥渴难耐，但直接饮用河水很可能会窜稀，于是他在旁边挖了一个坑，通过泥沙的简单过滤，得到了一滩芋泥波波奶茶，喝起来甘甜可口，味道好极了。稍微补充了一点水分，德爷本打算涉水前进，可没成想刚下水就出了岔子，一个没踩稳，差点交代在河里，把摄影师都吓了一跳。好在及时抓住了一旁的树枝，这才捡回来一条小命，待踉踉跄跄上了岸。德爷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于是砍了几棵岸边的香蕉树，3下5除2制作了一艘沃德发，接着沿着河流往下漂，就这样漂流了2个半小时。没想到这里的河水竟如此低，冷得德爷稿子直哆嗦。为了家中德奶奶的幸福着想，德福就近找了个地方上岸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奈德别提有多顺利。不仅如此，他在赶路途中还发现了一根大辣条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，拿起石头就将对方送去领了盒饭。这下晚饭的问题不用发愁了，先打包起来，晚些时候再享用。而另一边的德爷眼看水路行不通，于是决定往丛林里进发。真是欧皇德走运，没走一会就发现了一条兽道，顺着兽道走了几百步，德爷突然示意摄影师小声点，原来是德爷发现了对面的奈德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。德爷觉得这是一个反超奈德的绝佳机会，于是带着摄影师鬼鬼祟祟的从旁边绕过去，而奈德对此毫不知情，还在疯狂的摩擦生活。就在德爷忙着赶路的时候，奈德那边已经吃上了香喷喷的烤辣条，反观德爷这边可就惨了，为了赶进度，甚至连火都没升起来。转眼时间来到第2天，一大早德爷就出了发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德爷决定抄近道前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能与奈德拉开距离。然而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，看不到尽头的上坡路让德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艰难跋涉了几百米，又有一道瀑布拦在面前。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男人的魅力，平常的德必绕竟然罕见的选择了与瀑布正面硬刚。湿滑的岩石加上强劲的水流，让德爷根本没有落脚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来了。突然德爷脚下一滑，从上面摔了下来，一声清脆的声响让摄影师都捏了一把冷汗，生怕自己当场失业。好在德爷吉人自有天相，虽然摔到了脑瓜子，但好在发型没乱，稍微休息片刻，德必绕还是老老实实选择绕路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奈德找到了一个山洞，本着有洞必钻的原则，做了一根火把就进入其中，说不定能在里面找到一些蛋白质。果不其然，岩壁上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蝙蝠，奈德也不跟他们客气，直接一闷棍就送其领了盒饭，接着继续往深处探索。不一会眼前就出现了一道亮光，不用多说肯定是出口。眼下天色已经渐渐变暗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。奈德又自然而然地吃起了烤蝙蝠，一口下去紧而不柴，咸淡适中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十倍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眼看3天饿9顿的被动技能已经触发好几次，德爷决定抓点吃的补充体力。没走一会就看到了树上的蚂蚁窝，赶忙上树将其砍下。要知道这玩意儿可是1等1的蛋白质，不仅吃起来酸酸甜甜，而且牛肉含量还是蛋白质的几十倍。然而到了半夜，不知是不是被蚂蚁咬到了喉咙，不一会德爷就开始上吐下泻起来，这可真是得不偿失。本着废物再利用的原则，德爷用其做了一个简易陷阱。来到第4天，一早德爷就过来检查陷阱，没想到还真有收获，原来是一只幸运的杰瑞。返回营地起锅烧油，没一会一道里焦外嫩的杰瑞大餐就出了炉，吃起来嘎嘣脆，鸭脖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千倍，每一口下肚都是满满的奢华，狠狠补充了几10万卡路里。德爷这才心满意足出了发，今天必须要加快进度了。
目前两人相距不到1公里，德爷仗着自己年轻气盛的优势，一路上风驰电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相反，奈德明显有些力不从心，走着走着还发现了路上的脚印，毫无疑问是德爷留下的。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推断，德爷应该刚走没多久，看来还是有希望反超他的。于是奈德决定坐艘竹筏前进，砍了几根成年的小树，3下5除2就做好了一艘竹筏。与此同时，伍迪老表已经在终点等候他们。到底谁会率先抵达终点呢？突然，德爷出现在了水库下面，顺着绳子率先抵达终点。看来还是德爷3天饿9顿的技能略胜一筹。没一会，奈德也紧随而来。两人见面，先是来了一波商业互吹。奈德也在这次挑战领教到了德爷的厉害。到此，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人人都笑话跟着德爷混3天饿9顿，但本期挑战他的伙食简直不要太好，不仅抓到了1只2斤半的土拨鼠，还吃上了香喷喷的地鼠烤肉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野炊的。为了能在荒野界叱咤风云，本期德爷专门向自然之子马特发起挑战。这家伙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，不仅有着丰富的野外求生经验，而且还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，100公里仅消耗1双人字拖。一见面，两人就开始了商业互吹。本次的挑战地点位于蒙古荒漠，依旧由伍迪老表设计挑战路线，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他们需要穿过山谷，翻越沙丘，抵达100公里外的盐田。虽然路线中间有一座获取物资的大山，但他们能携带的装备也只有一把打野刀，因此他们需要合理分配好时间。随后乘坐节目组的虎式坦克抵达挑战地点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两人随即朝山下一路狂奔。不料山顶突然狂风大作，看样子毛毛大雨即将来临。站在高处简单勘察一下地形，当务之急是在下雨前抵达山谷。另一边的马特被冻得直哆嗦，赶忙穿上隐形斗篷保暖，接着瞄准山谷狂奔。很快他就发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二话不说趴下蹲，一个不小心发出了给的怪笑。眼看风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马特决定先在这里休整一晚，收集点材料搭建庇护所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德爷还在忙着赶路。由于选择的路线过于陡峭，因此他需要格外小心。可跑着跑着还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等站起身来查看，差点没给他吓尿。再往前一步就是几十米高的悬崖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接下来的路程，德爷小心地贴着地面缓步向下，等到有惊无险抵达谷底，发现天空中有只猛禽在盘旋。根据多年的经验推断，附近的山坡肯定有不少啮齿动物，于是他将寻找食物定为首要任务，将柳树的树根刨出来当绳子，用石头将洞口两侧堵住，然后在中间的出口布置上陷阱，只要有动物钻出来，肯定有来无回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，他将树枝围成一个椭圆形，接着找来一些云杉树枝铺在上面，到了晚上饿的时候还能充当宵夜，最后还得把火升起来。马特用木头加工了一套工钻，经过几十分钟的疯狂摩擦，成功升起火堆。趁着天还没黑，马特又砍了2棵成年的小树，打算将其做成长矛用来狩猎。而另一边的德爷就没那么讲究，随便找了个山洞就钻了进去，他甚至连火都没有升起来。到了第2天，过来检查陷阱，不出意外的话没有意外，里面连根鼠毛都没有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来到山谷看看有没有其他吃的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地上有一大堆土大黄，虽然这玩意吃多了会拉肚子，但眼下他已经别无选择。好在继续搜索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土拨鼠的洞穴，依旧老规矩，设置一个绳套陷阱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下午就会有所收获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发现了一处冰川，考虑到往后很难再有水源补给，随即敲了块又大又小的旺旺碎冰冰，然后拿树皮捆绑固定挂在身上，接着爬到山顶，确定好前进路线，放眼望去，前方的平原竟比德爷的头发还要荒凉。接下来就到了马特最擅长的领域，就当马特在平原一路狂奔的时候，德爷也过来检查捕鼠陷阱，没想到还真有收获，拎起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只2斤半的土拨鼠，赶忙返回营地进行处理。土拨鼠的皮毛不仅可以保暖，还是储存淡水的绝佳容器。然后将肉切成细条，摆在熏肉架上烟熏，再在表面覆盖上一层云杉叶，可以给肉赋予别样的风味。就在德爷忙着烹饪美食的时候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领先了德爷一大截，可所带的淡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于是他决定往前方的山谷休整一晚。考虑到晚上的温度会下降几百度，马特决定制作一个土炕过夜。先挖出一个大坑，往里面放上石头，接着升起一堆熊熊烈焰，等烧到差不多后，在表面上覆盖上泥土，坐在上面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经过1夜的慢火熏烤，香喷喷的熏肉总算出了炉，德爷迫不及待吃了起来，一口下去嚼劲十足，紧而不柴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。吃饱喝足，德爷将剩余的肉打包起来，然后来到河边将皮草装满水。此时德爷的负重已经超过5公斤，为了节省体力，机智德打算做个雪橇，把物资全部拉着带走。祸害了几根成年的小树，用力将它们压弯，用绳子捆绑固定，就得到了一个大致框架，然后两侧再用树枝进行支撑。没一会，一个制作精美的雪橇就大功告成了。而另一边的马特为了找到水源，再次爬上了山顶，一眼就看到了远处若隐若现的河流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唠，赶忙朝河流方向跑去。经过几小时的艰苦跋涉，马特总算是来到了河边。此时的他早已口干舌燥，二话不说就喝了起来。
而为了能有容器装水，他砍下一根木棍，然后把它劈成2半，接着将里面掏空，把松树枝加热制成胶水，最后合起来压紧。不一会，一个精美的水壶就映入眼帘。虽然能携带的淡水不多，但总比没有的强。而另一边的德爷已经等了大半天，早已累得精疲力尽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就生起火堆，准备休息一晚，明天再出发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第4天，一早德爷就朝着北边进发。此时2人的进度已经不分上下，就这样一直走到大中午，地表的温度越来越高。为了防止中暑窒息，德爷拿出了水壶，二话不说就吮吸了起来，稍微补充了一点水分。德爷继续朝着前方进发。另一边的马特在赶路时遇到了一座岩石山，走近一看，岩壁上还有许多壁画，上面记录着古人的狩猎场景。受到壁画的启发，马特也觉得是时候找点吃的。附近草地上生活着不少地松鼠，马特经过几次投掷，成功命中一只。你还别说，这个头还真不大，赶忙升起火堆做饭。经过10几分钟的炙烤，一道香喷喷的烤肉大餐就出了炉。马特扯下一块放进嘴里，看表情就知道有多美味，就更别提牛肉的含量还是蛋白质的几10倍。另一边的德爷已经在沙漠中走了一下午，喝完了水壶里最后的淡水，沙丘看起来还是一望无际，这可把德爷急坏了，搞不好小命要交代在这里。正当德爷不知如何是好时，突然看到了不远处有块草地，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淡水。走近发现脚下的沙子是湿的，于是便拿起棍子开始往下挖，果然没一会就渗出来淡水。利用帽子进行简单过滤，德爷喝的是不亦乐乎。一个不小心又发出给给给的怪响，随后用木棍将水壶支撑起来，往里面装了满满2升水，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根据来之前查看的天气乱报，本应该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却突然刮起来阵阵妖风，把德爷吹得眼睛都睁不开。看来这条路行不通，赶忙往下走，保住小命要紧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马特已经早早穿越了沙丘，来到了一座湖边。考虑到天色已晚，当即决定在这里过夜，接着收集点芦苇围成一个鸟窝，整个人包裹在里面，温暖又舒适。就在这时，德爷也来到了湖边，一眼就发现了不远处的火光，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马特。这可把德爷兴奋坏了，这可是一个反超的绝佳机会。于是带着摄影师鬼鬼祟祟从一旁绕过去，一想到立马就能反超马特，德爷又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笑。转眼时间来到第5天，2人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，接下来只需要卯足劲往前冲即可。目前2人的进度不分伯仲，就这样经过半个小时的艰苦跋涉，德爷总算是来到了终点。正当他以为自己是第1名时，马特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，真的是太离谱了！明明自己已经领先了一大截，没想到还是让马特反超了。德爷表示自己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到此，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It smells like mango swamp.挨饿专家果然名不虚传，竟在野外过上了度假生活。不仅吃着绵密多汁的碳烤鲶鱼，还嚼上了劲道 Q 弹的螺肉刺身。吃饱喝足，再来点棕榈果当饭后零食，小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适。本期德爷来到了亚洲最大岛屿加里曼丹岛，而他的对手则是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奥尔多。这家伙不仅肌肉发达，还拥有丰富的丛林生存经验。2人见面先是来了波商业互吹，接着由伍迪老表设计挑战路线。他们需要穿过茂密的红树林沼泽，越过遍布鳄鱼的河流，接着深入丛林，一路向北，抵达100公里外的瞭望塔。依旧老规矩，只允许携带一把打野刀，而自信满满的德爷甚至连头发都不带，扬言要把奥尔多按在地上摩擦。搭乘着摄制组的核动力航母，2人迅速抵达挑战地点。随着伍迪老表一声令下，2人立马跳入水中。刚落地，德爷就被膝盖深的淤泥来了个下马威。等来到红树林里面，又被交织缠绕的树根搞得寸步难行。看来想要快速穿过这里显然不现实，因此德爷只需要和奥尔多保持适当的距离即可。可话音未落，德爷就一脚踩空，直接摔了个五脚朝天。他只能强忍着恶臭站起身来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奥尔多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，沼泽里恶臭难闻的气体，如果吸入过多，很可能会8人一桌吃大席。不仅如此，红树林里面的河流也是危险的因素之一，里面遍布着成年的小壁虎。奥尔多本打算利用藤蔓荡过去，可还没等他时间，脚下的树干就毫无征兆地断开了，他直接整个人都掉进了河里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奥尔多着急忙慌爬上岸，而另一边的德爷也来到了河边，他同样选择借助倒下的树干过河。他缓缓在树干上移动，与奥尔多不同，德爷顺利地抵达了对岸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几秒钟，他发现周围的水位正在快速上涨，看样子不出1个小时天就要黑了，不想晚上沦为鳄鱼的盘中餐。当务之急是找地方搭建庇护所。奥尔多砍了一些树枝，在3米高的地方铺了一张床，而德爷显然对庇护所的要求不高，随便选了棵参天小树爬了上去，防止夜晚掉下去喂鳄鱼。他专门用皮带把自己绑在树上。来到第2天，
一早德爷就早早出发，生怕对方将自己反超。此时的奥尔多也才刚刚出发，连续跋涉了一整天，两人此时都需要找点吃的补充能量。往前跋涉时，德爷在淤泥里发现了颗不知名的螺，用刀将外壳敲碎，露出里面干净又卫生的螺肉，接着二话不说塞进嘴里，嚼起来嘎嘣脆，劲道十足，就是味道实在难以下咽，下一秒差点直接吐出来。不过好在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十倍，德爷强忍着恶心咽下去。而另一边的奥尔多经过从长途跋涉，此时的他已经领先了德爷一大截，途中遇到一条小河，他凭借着强大的身体素质，直接化身人猿泰山，抓着树干来到对岸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德爷在红树林里穿梭了大半天，发现了一棵不属于沼泽的树木，本以为马上就可以离开沼泽地了，可等他上去一看，发现周围全是水域，好家伙，原来这里是座孤岛，真是白高兴一场。在这待着，如果海水涨潮，无异于找死。思来想去，德爷还是决定离开小岛。走之前，他收集了一些藤蔓，说不定后面会有大用处。就在这时，另一边的奥尔多又遇到了一条大河。想都不用想，水下肯定隐藏着鳄鱼，于是他决定将岸边的大树砍倒，这样他就可以顺着爬过去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等他费尽9牛2虎之力砍倒大树，倒下的方向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，而从挑战开始他都没有吃任何东西，再砍倒一颗显然不太真实，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。可刚往前走了几步，他就突然失去平衡掉进了地，吓得他赶紧朝对岸游去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就在奥尔多忙着赶路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德爷已经开始搭建庇护所了，他把藤蔓交叉绑在树上，编织出庇护所的框架，然后又将一些淤泥铺在上面，计划在上面升起一堆火，盼望着能赶走蚊虫，睡个好觉。经过48分钟的疯狂摩擦，总算冒出来火星，然后放在火笼上轻轻一吹，火德星君成功升起烈焰。有了火堆的保护，他总算睡了个好觉。天亮后继续出发。反观奥尔多并不着急着走，此时的他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他找了一些藤蔓，3下5除2编织了一个捕蟹笼，用棍子吊着放进河里。过了一会，奥尔多前去检查，没想到还真有一只不长眼的螃蟹上了钩。来不及生火烤熟，他直接享用起了螃蟹刺身，吃起来鲜嫩爽滑，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。就在奥尔多享用美食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德爷已经前进了大半天，途中遇到一条3米宽的小河，担心里面有鳄鱼埋伏，他砍了2棵成年的小树，制作了一个自行框架，希望能借此走到对岸。可就当他开始实践的时候，一个重心不稳，直接摔进河里。好在此时水里没有鳄鱼，他着急忙慌地爬上了岸。就这样一直走到黄昏时分，德爷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于是他决定找点吃的填饱肚子。而在这里最容易获取的毋庸置疑是鱼肉，他砍了根韧性十足的树枝，制作了个简易触发装置，接着绑上蚂蚱做诱饵，只要有不长眼的鱼儿咬钩，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成为卡路里。2个小时后过来查看，没想到陷阱里还真有一条又大又小的鲶鱼，赶忙升起火堆进行烹饪，一口下去软糯香甜，而且还有些粘牙，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殊不知在他的旁边正有只小鬼盯着他，看着德爷狼吞虎咽地啃着鱼肉，旁边还有温暖的火堆相伴，奥尔多的心里别提有多激动。但此时可不能打草惊蛇。转眼时间来到第4天，德爷前脚刚走，奥尔多后脚跟上，他的目标是德爷剩下的木炭，只要方法得当就能迅速升起火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德爷来到一片水椰树林，这意味着他很快就能走出红树林，而奥尔多这边真是脸黑的不行，前方又再次被一条大河拦住去路。简单思考一下对策，这次他打算采用更加稳妥的方法，从旁边砍了根 Y 字形树枝，接着利用藤蔓编织出一条绳子，绑着倒钩朝对面的树根抛去，最后进行捆绑固定，以倒挂着的方式朝对岸爬去。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，两人一直跋涉到下午，又到了停下来歇息的时间。德爷砍了些水椰树叶，将顶部进行固定，然后用木棍支撑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简易庇护所。而另一边的奥尔多利用木炭也成功升起了火堆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德爷发现了一颗棕榈果，掰开露出里面洁白的果肉，吃起来清甜爽口，能为他补充不少碳水化合物。吃饱喝足继续出发，就这样一直走到下午。目前两人旗鼓相当，现在拼的就是意志力，到底谁会率先抵达终点呢？突然德爷发现了不远处的瞭望塔，然而等他爬上去，转身就发现了一旁的奥尔多，果然年纪轻轻还长头发的就是厉害。德爷输的是心服口服，到此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